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繁星欧若拉。首先，我们看繁星欧若拉的被动，我们在受到致命攻击时，会把自己给冰冻起来，无敌 1.5 秒，并且会让自己回一点点的血量。这个被动感觉跟娜娜的被动是差不多的，只是娜娜的还可以动，欧若拉的不能动，也就是免费的寒冬权杖，而且一定不会失误，没有按到。另外，我们的技能冰冻效果也可以冰防御塔，有时候队友想冲塔的时候，也可以把防御塔给冰冻起来。再来一技能，在指定区域丢陨石，造成持续伤害，并且第一下的伤害会比较痛，而且会缓速。然后二技能，指定扇形范围冰冻敌人，指示器的后段伤害会比较高，但是最好不要管有没有这个效果，主要就是要冰冻敌人，否则会很容易空招。再来，我们看大招，在指示器的中间直线范围内造成伤害及缓速，然后再对指示器大框框内再次造成大量伤害及冰冻。也由于我们大招是有延迟性的，所以我们要秒人，一般来讲连击就是2-3-1，啊，距离不够我们就接个瞬移。到这边来看一下。再来，我们看出装。那其实现在的法师秒人套装，大概就是我第一排跟第二排的出装，就这2种而已。那对于我们欧若拉来讲的话，我们第一排的好处就是出命运刻钟会比较稍微肉一些，并且魔攻会比第二排高一些些，但是跑速的话就会比第二排差一些了。那第二排出装的好处是不用去叠命运刻钟，但是我们皮就会稍微比较薄一些，而且我们有出天才法杖的话，我们走路速度会更快一些。是第二排的好处。那我个人是更喜欢使用第一排出装的，因为命运刻钟可以让自己更肉一些，并且它的魔攻会比第二排出装更高一些。因为我们的大招也可以因为我们的魔攻更高，可以冰得更久一点。然后挥技的话，第一个法师挥技，然后撕裂增加自己的穿透，再来武器大师也增加自己的攻击力，然后不接怒火增加自己的回蓝能力，然后战场技能我们就带瞬移，这也是标准的法师秒人套。再来，我们就来看实战了。那这一场的话呢，是我跟我的朋友双排的，但很可惜这一场他是打游走位安卓拉，我们并没有什么配合。那我的话当然就是1楼秒选了，因为现在要玩到欧若拉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了，他现在开始都会上班位了。因为这次我们的2技能翻新，从单点的冰冻控制变成大范围的冰冻控制啊，而且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去思考被动叠层数，我们只要2技能就是一定可以把敌人给冰冻的。然后我们现在的1技能变成大范围的持续伤害，非常的给力。可是前期清兵的速度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。如果我们前期没有游走位帮忙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放2次的1技能才有办法把小兵给清完。所以我们升级技能一定是要主点1技能的，因为我们主点1技能的话，还可以减少它的 CD 时间。因为我们点2技能的话是没有减少 CD 时间的，只有增加伤害。而且我们在清兵的时候是绝对不能随便使用我们的2技能来清兵的。通常我们使用2技能都是来控制敌人的。像刚才这边是尝试看看有没有冰到哈里斯，可以的话就把它打回家。但是我们只要把2技能用掉的话，一定要非常小心敌方的打野来抓我们。我刚才敢把我的2技能给用掉，是因为我还有瞬移在手，可以尝试看看来进攻一下。还有一点就是目前没有正准备开打的会战，所以我先用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是像现在敌方打野很有可能会来抓中路，所以我就不能随便把2技能给用掉。哎呀，但是我这边失误了，我的2技能并没有冰到巴蒙，所以我也只好先把我的瞬移给交掉了。我们欧若拉是属于传统型的站桩法师，没有技能可以帮自己加速或位移，所以一定要把2技能给稍微留下来。如果要用2技能来清兵或打野怪的话，一定要确保10秒之内不会再有任何的碰撞，我们才可以把2技能给交掉。像现在就绝对不可以交2技能来清兵的，因为看到卡琳娜过来支援了，如果我跟上没有2技能的话，也是白跟的。而且我们现在要准备抢乌龟了，那我刚才是判断这些碰撞都是12秒之内就会发生的，所以现在我们才有2技能可以配合卡琳娜来击杀巴蒙。但是刚才卡琳娜不敢打了，有点可惜。现在哈里斯放了大招过来，
来，我二技能还在 CD， 要稍微远离一点，等二技能回好，我们再回来战场看是否还需要帮忙给上控制。那这边我们的黑龙非常给力，直接就把哈里斯给收掉了，但是卡琳娜非常犹豫不决，她本来想回家，现在又回来打乌龟。虽然她刚才猎杀还没有回好，可是刚才直接打的话，因为巴蒙刚死回家，我们是可以直接拿下乌龟的，或是他刚才直接回家闪个撤退，叫我们不要打乌龟也可以。也就是这2秒钟的事情，乌龟就被巴蒙复活过来给抢走了。那这边我的队友还在追人，哈里斯过来想要支援，但是被我二技能加上大招长时间的控制，直接让哈里斯跳不起来。由此可知，这哈里斯绝对不是我的粉丝，因为我上礼拜才出完哈里斯的教学呢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到小地图，我们的黑龙现在在敌方野区跟巴蒙拼起来了，所以这边我只能放下我中路的小兵过来，在后面提供一点支援，看有需要的时候帮忙控制一下敌人。我们黑龙也的确厉害，把在打 buff 的巴蒙给收了。我就在黑龙逃跑的路线等着，把敌人给控制住。那这边大家一定要切记，类似这种情况，我们只要把队友给救到的话，要马上回来做自己中路该做的事情，而不是继续和黑龙在上路跟敌人纠缠。已经救到的队友，他会自己判断他能不能上的，就算是他再往前送掉，也是他家的事。那这边我遇到哈里斯离我距离太近了，我直接把他给冰起来，拉开距离，并且哈里斯也交大招了，我必须要远离他的十字架，免得他跳起来把我给收掉。我也顺便等一下我的二技能 CD。我们身为一个传统型的站桩法师，特点就是有爆发有控制，但是自身是没有位移的。只要我们把控制技能给交掉，我们就要直接撤退，等待技能 CD 完毕，我们才可以回到战场。例如维尔、尤朵拉都是一样的概念的。那现在这边卡琳娜要塔杀花火，但是巴蒙在后面，我看是不是要接上瞬移帮忙控制一下敌人。那这边1换1不亏的，卡琳娜自己把花火收掉，然后巴蒙是满血，所以刚才我并没有对巴蒙放技能，但是巴蒙现在又回来了。我这边还有被动在，看巴蒙会不会傻傻的追杀我。但巴蒙没有大招撤退了，可是看到哈里斯过来，但哈里斯跑去找克林特了，那就跟我没关系了，不管他了。敌人巴蒙其实就跟我刚才一样，利用自身残血的诱惑，把克林特给骗了出去。不过也因为我们克林特战术性送头，让我们卡琳娜可以趁着空档拿下乌龟。所以虽然现在我没有看到巴蒙，但是敌方3个人都在下路，我回来中间在中路把守一下就可以了，就是不要让下路的3个敌人上来支援，让我们的队友在上路3打2，我就在中路发财就可以了。假设队友需要支援，我再赶过去都来得及的。那现在敌方英雄终于支援了过来，我的队友也在草丛里面等着了。这边我打算直接瞬移过去把敌人给冰起来，但是看到卡琳娜并没有任何动静，所以我就把我的瞬移给取消了。这点对于欧若拉来说是特别重要的，我们要观察队友来决定是否要对敌方发起进攻，因为我们的前期伤害是不太够的，而且就刚才敌人和我的距离，如果我不接上瞬移的话，我肯定是冰不到敌方英雄的。因为我们的2技能虽然速度很快，看起来像是瞬发一样，但其实我们的2技能是由内而外依序把敌人给冰冻的。所以我在前面技能介绍的时候才会讲说，我们不要去管2技能，一定要把敌人打在伤害比较高的区块，加上2技能还是有一点前摇，也就是施法动作。若是敌人站在指示器的边缘，敌方英雄还是很有可能直接走路就直接走出去，不会被我冰到的。更何况刚才中路那2个英雄，一个是花火，可以看到我的技能特效之后再开1技能还是可以免控的，而哈里斯有位移可以直接逃走。但如果敌方英雄是在我2技能指示器前半段的话，虽然伤害比较低，但是它是没有任何反应时间，会被直接冰冻起来的。简单来理解，我们2技能除了在清兵以外，我们都不要去拘泥，我们到底要不要把伤害打在比较高的区块。像刚才巴蒙想贴我，因为距离够近，在2技能指示器的前半段，所以它会瞬间被冰冻起来。然后这边再补充一点，刚才虽然我用2技能把巴蒙给冰起来，但是我并没有对他使用1技能，因为我们欧若拉的1、2技能都是有前摇的，也就是我们按下去之后还需要手举起来一下，会先有个施法动作，技能才会放出去。所以刚才把巴蒙给冰起来，我们必须要先顾走位，而不是放1技能。那现在我的队友们都在下路集结了，乌龟也出生了，所以我们过来把乌龟
被给吃了，丢个一技能增加克林特清兵的速度就直接离开，然后再过来打乌龟。像其实任何只靠技能打伤害的英雄都是要这么玩的，在技能空档的时间，我们就可以先做下一件事情了。那这边再次提醒大家，乌龟死掉的时候，河道上会有一个水流，我们只要顺着它走，会增加我们很大的移动速度。通常我们都会利用这个效果回来中路清兵。还有就是敌方如果没有来防守乌龟打会战的话，通常都会在另外一条路打优势，所以利用这个效果，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去支援回防。只是说这一场我们实在是太顺风了，所以看不太出来。不过其实翻新后，我也是打了几场欧若拉，这一场的成绩是最差的。那我会挑这一场是因为比较有参考价值吧，但是后面想要继续拍素材却拍不到了，因为场场都被 ban 了。唯一可惜的一点就是敌方阵容这一场非常差，他们没有辅助坦克，但这也没办法，我要赶在3天之内把影片给做出来嘛。来这边看到花火，我可以瞬移过去，让他反应不来，直接把他给冰起来。但是我们的卡琳娜直接冲了，我距离不够，所以也只能交瞬移过来，把敌人跟防御塔一起给冰冻。刚才那边看到没有，防御塔的线在我身上，但是并没有对我发出攻击，这也是翻新欧若拉强势的原因之一。那现在敌方英雄也死了2个了，所以我直接把2技能交掉，拿来冰防御塔了，这样也可以让我们的小兵多存活一下子。不过我们要交2技能之前，一定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。然后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了，我们就是清清野怪兵线，然后有太靠前的英雄，我们就把它给收一下，然后利用这个空档时间把这个钱多多给吃了。然后这边仔细看呢，我的2技能虽然把野怪放在指示器的后段，但是我前面就讲说我的2技能其实是有延迟性的，所以当我技能放出来之后，钱多多还是往我的距离稍微更靠近一些，并没有受到后段更高的伤害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2技能除了清兵以外都不要去管这个效果了吧。但现在我的队友脑冲了，我选择的路线又被巴蒙给挡住，我过不去，我再绕过来支援，但是先不要把箭头风给踩掉。克林特还在拼他的老命输出，我过来把追出来的敌人冰冻起来，直接231一套带走2个，然后再回头踩我刚才留下来的箭头风逃跑，距离还够，我不会被巴蒙转到，所以丢个1技能把它缓速一下，我的2技能又回好了，巴蒙是不可能追得上我的，再1技能缓速一下，并且我的被动还在呢，他们是拿我没有任何办法的。幸好刚才敌人没有选择直接去打领主，那我的队友现在也复活了。其实刚才敌方3个应该要直接去打领主才对的，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跑来追我，而且还没有把我的被动给打掉。这边我血太少了，我选择先回家，我不想让安卓拉一直补我，而且我的队友也才刚出来，应该是赶得上领主的会战的。现在我看到巴蒙了，巴蒙也在下面，所以敌方并没有在打领主，但我还是要必须赶快出来看有没有办法把中路的外塔给守住。可是我们的卡琳娜并没有走出来，他估计是怕被蹲吧，还是他想要蹲人。总之我们就把中路的外塔给送掉了，虽然这在现在也不是特别重要了，只是因为掉防御塔的话，敌方是会全队都会增加经济的。那现在我们卡琳娜决定去上路支援，巴蒙出来想要杀我。对于这种很难缠的敌人，我们的大招可以往我想要逃跑的方向来放。哇，我这边被诺瓦利亚火焰爆弹给打出被动了，但也因为诺瓦利亚跟巴蒙并没有去参团，所以我的队友打赢了。那这边我们就可以轻易把领主给收下了。虽然我现在很想回家补血，不过我还是在后面提供一些火力啊，顺便保护一下克林特。那这边没有什么悬念了，我就直接按回城了，而且看到巴蒙离领主也一段距离，所以就放心回城了。如果说刚才他靠近的话，我也是可以打断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玩都可以比一般玩家都来得快个2-3秒的原因。和我在前面说技能放完进入 CD 的时候就可以先做下一件事情了，是同一个道理的。那现在我们的领主也出来了，我只期待我们的队友不要太冲，先等我一下，因为我们的队友没有任何一个英雄是拥有开战的能力的。但现在翻新欧若拉是神级开战角，只要敌方全部挤在一起，我们就直接瞬移231，游戏就结束了。这个爽度啊，实在是只能用爆表来形容了。那现在敌方都死了3只了，还有20几秒，大概就差不多了。等领主过来，我们去上路把兵推一推，就结束了。这边只要我的队友不要脑冲去扛塔，基本上就直接结束了，没有太大悬念了。中路的兵线也过来了，我这边上来帮助领主把
把防御塔给冰起来，这样子其实可以让防御塔的伤害重置，让我们领主多活很久的时间。那这边敌人要复活了，但是巴蒙先冲出来，看有没有办法在敌人冲出来之前先把巴蒙给做掉。但是我们的黑龙在干什么呢？他刚才直接跑进去扛主堡的伤害啊，还好我们安卓拉上他的身。哎呀，这边看到达姆斯开反击，我丢一技能会持续受到反击的伤害的，这点在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讲过了，要特别注意一下。然后最后这边再跟大家说一点，主堡是不属于防御塔的，所以我们2技能是没有办法把主堡给冰冻起来的，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因为我当时也是试试看，我不是很熟悉，毕竟刚改版翻新嘛。好了，那翻新的欧若拉大概就是这样了，玩起来是非常简单的，我个人是觉得一定会被削的啊，只是不知道到时候会被削什么就是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是小雨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喽。